哎，大家伙儿早喽！10月9号星期四，今天是我的第2个训练日。昨天一个6公里的阈值，整体跑量不大，15公里一共。今天咱们来一个小强度。一般我都习惯，如果周三是第一个强度日的话，周四有一个绝对强度更低，但是呢总量更大的一个小强度，然后明天轻松跑，周六是我们的集体的配速跑。今天的强度也是借鉴了别人的课表，先热身，然后5公里间隔3分钟，然后2个4公里间隔3分钟，最后一个2公里，4公里跟2公里之间也是间隔3分钟，这3分钟就休息。配速用什么呢？所有的跑的就快跑组的配速都是马拉松配速附近。我今天定的是340到350之间，手表会提醒我。我们现在就苏星准备大阪城出发，带了电解质的冲剂，一会儿到大阪城再冲。带了一个能量胶，看看啊，带了一个能量胶，普通的100千卡，走。接好水，到大阪城了，可能差不多5点20多。现在把水放下，咱们就继续，就准备开始，不是继续。3公里热身了，16分46秒，开始第一个5公里。小伙伴们，5公里快结束了，天也微微亮了。银杏都开始掉果了，到了这3公里就休息了，平均3分43。我其实本来设置的手表计划的是3分45，也许还要再慢2秒。后边2公里有点快，最后3公里有点快，但是其实那天跑完那15公里，我跟大家说3分43是我的目标，就下一场比赛的配速目标。但是当时说的时候，其实心里是虚的，因为整个9月份没有做太多这种训练，长的也没有，快的倒是有，但是也不多。所以今天这种就是它不是我的极限速度，称一称训练的负荷，还有1分50多秒。这一个折返是3公里，所以然后走到那个口那儿，那个口是大阪马拉松最后拐进来那个口，那个口距离烘焙店整1公里，然后再来一个3公里，下一个4公里在烘焙店结束，然后吃能量胶，这挺好的。今天有风，看这树，看，这地下已经有没，已经都踩烂了，掉了一层啊！还有1分半不到，准备，加油！还有20多秒，还有20多秒。明年来跑大阪马拉松的小伙伴们，你们从这桥进来，差不多那车灯那儿就是终点了。好，还有12秒，准备了。4、3、2、1、0。
走。呵，这狗在追大本营里的猫。一般这种就是起步会快一点，然后往回收。我们平常训练也是这样，只有第一组不这样。差不多。还到，大家今天又都是变速跑，还有400米。大了，平均配速3分40，这组跑得不好快了，应该再慢3到5秒，就整体快了12秒。快12秒的体验就是，或者说配速多这3到5秒的体验是正好跨过了我的有氧的上限。回头大家关注这月中旬上线的麦盛那次体测，就能知道我详细的数据。先把能量胶吃了，还有一个普通的麦盛，水在前边，然后快点走，要不然赶不上水。不过今天这个气温，不补水也能顶下来。所以有操场跑这种课的小伙伴们就比较幸福，我这得算距离。刚才应该多走200米再起跑，还有1分半，我应该走不到水那儿了。能量胶吃完，但是最后一个2公里也回不来这儿。小跑2步啊，去喝水，还有1分20秒，可以的。还有1分04秒，可以了，到了。喝够最后一次4和最后那个2公里的。再回来就是结束了。这是无糖的电解质。
看见了田宫先生。はい、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一会儿咱们从这儿开始4公里，过去1.5，回来1.5，然后绕一个转盘，再过去1公里结束。之后走到那头，再往回跑那2公里，8秒。走。到。哇，第2个4公里结束，平均配速42，合适，快了1秒。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跑了1个5，2个4，中间都是间隔3分钟。起跑的时候热身了3公里，16分钟。还有最后一个2，还到。还有2分多一点点的休息时间，尽量往前走，走到前面，差不多前面那个入口那儿，自行车那儿，距离我的起点1公里。然后最后跑完那个2以后，再溜达回去，应该下一个2公里差不多在这儿结束。这个课表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最后是3，但是我一是第一次，二是昨天是一个绝对强度。今天跑马配会有一点点累，就这种累是你可以持续，但是很累，就像那天那15公里一样。我现在跑到这儿跟那天用343更热的时候跑那15公里其实体感差不多。对，昨天有朋友跑完天津那个半马给我发消息，一会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休息一会儿，准备下一组。买了一个套，买了一个镜头盖。哦，田中女士。Hello， 大姨妈，田中さん。这个不知道是哪一年的神户的衣服，好像还有40多秒。如果有陪着家人来跑大阪马拉松的，现在这2边都可以站人，是不封路的。在这个地方拍照特别好看，因为您的亲人就从那边这样拐一个90度过来，正好是拐弯那儿。而且多半到这个拐弯的时候拐不了小弯了，刹不住了，都会拐到这边。还有15秒。2、1。走。还有700米。
穿了一身内道。大了，3分34，可以。最后这2公里就是用来冲一冲的，这种感觉就是找那个马拉松或者半马最后那1-2公里的感觉。其实我心率恢复的挺快的，而刚才停了机以后，直接往兜里拿出相机开拍，就先把屏幕上的心率打上，咱们就溜达回起点1公里。今天约了观众，约的6点45，现在是6点32，还有13分钟慢慢走1公里，正合适。可以喝水，现在觉得渴了。跟大家分享这种训练，就是有绝对的强度的量，就是强度嘛，距离和不叫强度，抱歉，有绝对负荷的量。负荷就是你的强度还有时间呀、距离这些就综合在这。你这次训练你费了多少劲？哎，对，那有好多让你费劲的办法，要么就是大强度，要不然就是大距离。像今天这种就是两者结合的比较合适。马拉松配速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就是对做这个训练的人的马拉松配速合适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的马拉松成绩在4个小时之外，我觉得不要做这样的训练，这个训练不是太有帮助，还是就多跑一跑，先把能力积累一下，因为这种训练对身体是有压力的，弄不好可能受伤的。然后就是关于这种配速，你看今天我一共是15公里的快跑，分了4次，5公里、4公里、4公里、2公里，累计起来的平均配速可能在3分40，比计划的快了3到6秒。那天特别热，那天早晨我们集体跑的15公里，平均配速是3分43，最后稍微冲一冲。那天感觉会比今天累一点点，因为那天热。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到了这个水平附近，或者说您的能力跑进了3小时45，就是你有3小时45以内的能力了，有的时候制约成绩的可能很多时候是你的比赛的配速决策或者是心态。为什么这么说？就是2018年到2019年这2年之间这1年之间，准确的说差不多是1年零1个月。我2018年的柏林马拉松全力以赴，最后顶着抽筋跑到3小时45。2019年的纽约马拉松
柏林马拉松是10月，纽约是11月。柏林马拉松是10月还是9月？差不多，就差你1个月。小伙穿一身内道，看，我就跑了3小时02，而且完全就不太累。那不可能这一年我的水平，就我这身硬件提升了43分钟，对吧？不可能的，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训练是稍微多了一些跑量，但是没有质的变化。那为什么？一方面确实他经历了1年的跑是能力是提升了，还有一方面就是心态不一样。纽约马拉松的时候上来我就配速就不慢，我就4分半4分20的起的跑，当时想的是就能跑多远跑多远吧，因为起点呢太煎熬了，就导致最后我就跑下去了。昨天那位朋友跟我分享天津的半马，说不知道是自己能力不够还是不敢跑，就觉得有余力，但是最后你说最后2公里冲一冲可以，但是一直全程都快呢，就心态不一样。我就举了这个例子，我觉得像我们普通跑者，不是说每一场比赛都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成绩的时候，就可以用一场比赛，用一场条件比较好、状态比较好的比赛去试一试，我觉得没有坏处。试一试不是说冒进，不是说你现在说我拼命跑了4个小时，我照着3小时的配速跑，那不太可能。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按照您日常可以跑15或者半马的配速稍微慢一点点，比方说你日常的训练不是全力以赴的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跑纽约302的时候，其实在前一年柏林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日常训练配速差不多就是4分40，可能4分30到40之间。其实那时候就应该按照那个配速跑。然后那一年呢，我稍微拉速度，我的日常训练配速甚至可以做到4分20。当时我就想，你说我平常用4分20跑5公里，跑8公里和跑15公里，其实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也并没有说5公里一定要比15公里轻松2/3，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那马拉松你也可以这样试一试。其实马拉松就是你用这个速度跑到了30公里，你就成功了。因为到后边你的心态跟你日常训练或者现在站在这儿想30公里是不一样的。个人观点啊，就每个人性格也不一样，我觉得差不多。您要觉得您跟我的这个处事和想法方式差不多的话，您不妨也可以这样试一试。再说回这个训练，今天这个训练我觉得是不是他？是您约的我吗？对，是。我刚刚结束，你介意被拍到吗？不介意。不介意。稍等，把耳机关掉。Hello， 从哪里来？北京。北京。咱俩今天是一样的裤子，一样的鞋，一样的裤子，而且一样的鞋，能拍到吗？可以。还穿了个外衣，多热呀！不热吗？我不太清楚大晚早上怎么样，因为我不怎么早上晨跑。我要走2步，咱们 OK 走回去。我说这早上强度很高啊。今天是5公里、4公里、4公里、2公里，然后已经跑完了。有点不太好意思入镜，是吧？没关系。我这应该是博这个众多高手中最大的长马。没有。小伙伴们，10月9号，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对不对？已经结束了。咱们直接按查看一下，热身了3.09公里，17分52秒。之后第一个5公里，平均配速3分44。18分37秒9，平均心率168，休息了3分钟之后4公里，平均配速3分41，平均心率173，之后又休息了3分钟，然后下一个4公里，平均配速3分42，平均心率还是173，之后又休息了3分钟，然后这个2公里，这2公里就稍微放开一点了，平均配速3分35，平均心率172。最大心率181，然后最后又冷身了3.86公里，见了观众，走了几步，喝了水，然后跑回来，很可以。看看这场训练我们的负荷大概是多少？一共的快跑距离是15公里，快跑距离一共用时55分20秒，
整个的快跑的这15公里的平均配速是3分41，可以哈，可以。热量消耗1300千卡，累计爬升58米。就是这种训练，我觉得对我这种就是对我这个能力，就比方说你已经破了3小时，用马配跑这个训练就是一个磨，就是一个磨练自己，没有慢速那么慢，也没有快速那么顶，就完了以后呢，有余力，觉得冲得挺开心，这就特别好。然后负荷也有，在比赛前这1个月可以试一试。如果您比赛还有1周了，那就不要试了。在比赛前2周，就是比方你还有2周到2周多的时间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个心态的问题，大家也可以不妨秋季的第1场比赛去试一下。我刚才说这个心态问题，也还是挺热的，看没有？一层盐了，看，哇，一层盐。这一瓶500毫升的电解质饮料，像这种冲的电解质就会比较好，你可以选择有糖的还是没有糖的。这次在麦盛那儿也跟专业的人交流，就说，有时候这个饮料里的糖，为什么我习惯喝，尽量能喝无糖的喝无糖的，除了特热的时候，然后糖靠那个能量胶来补，这样我其实就很清楚我大概一共吃了多少。行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